喺2月份港股嘅表現啦，就由高位回調啊，中斷咗上年11月恒生指數強勁嘅升勢。2月份港股埋單啦，就由接近22,000點回落至19,800點啊，咁當中累積接近10% 嘅跌幅啊，咁基本上啦已經係抵消晒1月份嘅升幅啦。不過經過2月份嘅回調，港股可唔可以重新上路呢？咁隨住內地兩會正式落幕啦，咁究竟喺3月份有咩值得留意嘅港股選擇呢？ 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早前由10月尾至1月份港股嘅升浪啦，大致上都係由內地疫情全面放寬嘅原因而帶動。不過經過咁強勁嘅反彈之後啦，咁都見到投資者開始咧係回歸理性啊，開始觀察翻內地經濟嘅數據，係唔係真係因為疫情嘅放寬而有明顯好轉嘅跡象？以我個人嘅睇法，雖然內地嘅經濟仲隱藏住好多嘅隱憂啦，不過唔多唔少都會見到內地嘅經濟會有一定嘅改善。特別係一啲較為貼近民生相關嘅產業啦，將會係受惠首階段內地嘅經濟復甦啊！就因為呢一個原因啦，我相信從事啤酒同埋餐飲嘅股票會喺呢幾個月可以係持續做得比較好嘅。喺香港上市嘅啤酒股都有好幾隻，包括係隻百威亞太1876啦、青島啤酒168同埋華潤啤酒291嘅。不過因為我哋都想集中火力啦，去炒翻內地疫情復甦嘅概念啦，所以咧我哋都會傾向投資喺一啲以內地市場為重心嘅啤酒公司嘅。所以青島啤酒啦168同埋呢個華潤啤酒291啦，會係我今日想同大家特別分析嘅股票。首先啦，可以從公司嘅規模去比較啊。以目前市值去計算嘅話咧，華潤啤酒咧係明顯大好多，比起青島啤酒啦大成接近4倍嘅市值。所以如果想揀隻龍頭嘅啤酒股嘅話咧，華潤啦會係好啲嘅選擇。不過如果睇佢哋近期嘅股價表現啦，青島啤酒啦就相對比起華潤啤酒咧係做得好少少嘅。以過去1個月、6個月同埋1年去分析，華潤啤酒咧係稍為喺6個月嘅累積表現咧係跑贏青島啤酒嘅。不過喺1個月同埋1年啦就相對落後啦。所以從短期股價嘅表現，青島啤酒啦似乎係隻相對強勢嘅一隻股票啊。另一個可以喺現階段受惠嘅板塊啦，就係內地嘅餐飲行業啊。都可以見到喺過去幾個月，餐飲股嘅表現啦都大幅跑贏過大市啊。相信當中嘅原因都唔需要我詳細解釋啦。受惠到內地疫情放寬啦，都令到更多嘅聚會啊，所以餐廳嘅生意啦都明顯係好轉嘅。目前香港上市嘅餐飲行業都有好多選擇，不過同頭先啤酒股一樣啦，就因為我哋都想炒翻內地疫情嘅復甦概念，所以咧我哋都只係會集中比較多喺內地經營嘅餐廳。喺香港上市嘅內地餐飲股當中啦，主要有3隻，分別係主打酸菜魚嘅9毛9 9922，經營 KFC 同埋 Pizza Hut 嘅百勝中國9987，同埋隻打邊爐連鎖店海底撈6862啊。從市值方面去分析啦，都見到百勝中國係市值最高嘅，有超過2000億市值嘅。所以如果想揀隻龍頭嘅餐飲股嘅話咧，百勝中國啦係最適合嘅選擇啦。其次啦，從過去回報分析，雖然6個月嘅累計回報，隻9毛9啦係3隻當中升得最多嘅。不過海底撈嘅股價表現，無論係1個月定係1年，都大幅跑贏同齊嘅股票嘅。所以如果想揀隻強勢餐飲股嘅話咧，海底撈6862啦會係一個值得考慮嘅選擇。可能有投資者會擔心呢類型嘅餐飲股最近都已經累積咗唔少嘅升幅啊，怕會出現高追嘅情況。不過比較翻呢一啲股票嘅歷史股價圖啦，都係相對喺歷史嘅較低嘅水平嘅。不過當然啦，呢一類型嘅餐飲股嘅波幅啦，都會比起傳統藍籌股大嘅。不過假如繼續睇好內地經濟復甦嘅進度咧，餐飲行業啦將會係繼續可以受惠得到嘅。最後啦，都想簡單講下我對於內地科技股嘅最新睇法，因為都有唔少嘅觀眾問起相關嘅板塊嘅。
咁始終喺2月份嘅時候，呢一啲科技股都回翻唔少啊。例如以騰訊啊、阿里啊、京東同埋美團呢4大嘅藍籌科技股嚟講咧，咁都跌咗介乎10%至25% 咁多。不過經過2月份嘅調整啦，咁究竟依家係唔係一個好時機去到趁低吸納呢？咁之所以喺2月份出現比較大嘅跌幅啦，咁主要有2個原因嘅。咁第一啦，就係京東宣布會打價格戰嘅消息。透過斥資過8億嘅補貼啦，咁京東咧希望喺市場獲取更多嘅市場份額，鞏固佢哋喺呢個內地電商平台嘅地位嘅。咁呢一個消息啦，都令到市場擔心其他競爭者，包括拼多多同埋阿里咧，都會陷入一個惡性嘅價格競爭戰。咁變相咧，令到所有電商企業嘅盈利啦，就因為咁而收縮嘅。第二，沉靜咗一段時間之後，內地監管機構啦，終於再次出手啊！而呢一次想監管嘅範疇啦，係一啲短視頻身上，同早前監管打機嘅概念類似啊。咁監管機構啦，為咗係防範未成年人沉迷睇呢個視頻影片啊，認為咧係有需要加強短視頻嘅管理，咁令到相關股票嘅板塊，包括 Bilibili 啊同埋快手等等咧，都有急跌嘅情況。而因為市場都擔心監管機構啦會再次檢視翻科技行業嘅監管政策，咁所以啦，整體上咧，內地嘅科網股啦都因為咁而受到牽連嘅。咁首先啦，喺呢個網購平台打價格戰方面咧，我嘅睇法就相對比市場樂觀嘅，因為我相信呢一啲電商巨頭都知道，如果真係要認真打呢個價格戰嘅話咧，咁對大家啦都冇好處啊。咁所以我都會覺得京東呢一次打價格戰嘅新聞啊，主要目的都係想為自己嘅品牌做多啲廣告啊。咁透過呢一個消息啦，都會令到消費者對佢哋嘅印象更深刻啊！咁京東咧希望令到佢哋潛意識覺得京東嘅價格啦係咁多平台上最平嘅。當然，其他競爭對手啦都可能會用同樣嘅方法啦去到抵抗京東嘅價格戰。不過，正如我頭先都講到啦，咁佢哋都清楚明白價格戰對佢哋所有人都冇好處。咁所以我唔相信啦呢一個所謂嘅價格戰會係維持一個好長嘅時間啊。至於短視頻嘅監管啦，咁短期內的確啦係會影響市場嘅氣氛啦。咁始終呢一件事啦，都會令到投資者擔心會唔會再次係出現更多嘅監管政策係出台嘅。不過我諗去到呢一刻為止啦，咁要完全再冇任何監管嘅政策啦，並唔可能發生。咁不過因為始終內地政府都想提振翻個經濟啦，咁所以都唔會好似早幾年咁有咁大力度嘅監管啊。咁基於以上嘅原因啦，咁我個人覺得投資者啦係可以趁回調嘅時候吸納內地嘅科網股。咁如果想避過價格戰嘅風險啦，就可以考慮翻隻700騰訊。不過如果唔介意冇咁大嘅風險嘅話咧，阿里啦同埋京東都係值得考慮嘅選擇。好，希望今日嘅影片都幫到大家啦。咁最後，如果大家係想支持我嘅創作，同埋想收到更加多獨家嘅資訊嘅話咧，咁都歡迎大家啦去 join 我嘅 Patreon。咁詳細嘅資料啦都可以去翻下邊嘅 description 參考。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